这妖牛的好，赏！小桃，给那弹琵琶的姑娘再抓一把金瓜子。小姐，国公爷若是知道您有女扮人装来春花楼撒钱，非打断您的腿不可。哼，怕什么？我爹可是大楚的功臣，我作为他唯一的嫡女，不当个合格的纨绔，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？可是小姐，您这纨绔的名声在京城已经烂台阶了。木秀于雷，风必摧之。你不懂，只要我够废，皇室就不会忌惮我们家，我就能舒舒服服的靠着我爹的俸禄，做个与世无争的富二代。谁啊？敢搅大爷我的局！爹，您老人家怎么亲自来了？吃饭了吗？要不一起听个曲儿？听曲？我听你个大头鬼！你这逆女，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府去接旨！接旨？皇帝大伯要赏我钱了？赏你个头！是赐婚，陛下将你许配给藩王殿下。爹，您说把我许配给谁？藩王，当今圣上最宠爱的嫡长王爷。那个活阎王！爹，你疯了还是皇上疯了？休得胡言乱语！爹，那是李凡啊，一言不合就砍人的活阎王！我嫁过去，那叫成亲吗？那叫基准扶贫，送菜上门。藩王殿下那是有个性。爹，你去求求皇上，收回成命吧。圣旨已下，除非什么？除非藩王自己去退婚，或咱立下泼天大功。他不退，我逼他退。大功没有，造一个。小桃，回家。小姐，咱们不听曲了吗？从听什么曲儿？我要搞钱，我要立功，我要退婚。荒唐！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坑！本王堂堂大楚嫡长子，14岁上战场，18岁平定南疆，父皇居然把我许配给苏家那个女蓝户！殿下，是赐婚，不是许配。你以为本王不知道那苏婉，天天女扮男装，不学无术，粗俗不堪。殿下息怒，听说他出手挺大方的，在各大酒楼名声很好。那叫败家！大楚国库现在是个什么境况？本王每天愁得头疼欲裂，父皇倒好，还塞给我一个败家娘们儿。父皇不就是怕本王风头太盛，想借着苏家那个废柴来打压本王的名声吗？那殿下的意思是，这婚必须退。可是殿下，怎么退啊？父皇最缺什么钱？户部最缺什么钱？只要本王能在3个月内填补上边关军饷的30万两缺口，本王就有底气去父皇面前提条件。殿下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，除非去抢。愚蠢！财富靠的是商道。备车，本王要微服出巡，去盘下聚贤楼。你要亲自经商？权宜之计罢了。一想到那个苏婉可能长得5大3壮，本王就觉得恶心。小姐，您都画了2个时辰了，歇会儿吧。歇什么歇？你不懂，我这画的不是图，是我的命，是我的自由。这画的是什么呀？像个大盒子，还分了这么多层。这叫商业娱乐综合体。我要搞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百货大楼，1楼护肤，2楼衣，3楼搞话剧，4楼搞餐饮。只要它建起来，京城里的达官贵人、富家千金都会把白花花的银子主动送到我的口袋里。小姐，您是不是今天受刺激太大？小桃，你家小姐我没疯，我算过了，要让皇上老儿皇上陛下收回赐婚，我至少得给他弄个几10万两银子充实国库，换个县主啥的当当。几10万两，把咱们国公府卖了也不值。所以我们要创业，我们要钱生钱。我打听过了，京城最繁华的东街有一栋5层高的楼，原本打算做酒楼的，结果老板资金链断裂，现在成了烂尾楼，急着脱手。小姐的意思是盘下他，明天一早，本小姐要去会那个王掌柜。可是你哪来那么多本钱啊？山人自有妙计，实在不行就拉投资呗。为了不嫁给那个活冤王，拼了！苏老板，咱这聚贤楼可是风水宝地呀，坐北朝南，每天过往的客商那叫一个多。要不是原先的马老板做生意赔了底儿踢，这楼他绝不可能拿出来卖。王掌柜，这地段是好，但这楼荒废了快半年了吧，木材都有些受潮了，而且听说这楼之前死过几个工匠。哎呦，苏老板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！那是他们喝醉了，自己摔断了腿。这楼绝对干净。这都是我让小桃散布的谣言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5000两，我今天就全款拿下。5000两，
苏老板，您这是拿刀割我的肉啊！这地皮都不值5000两，马老板的底价可是8000两。那王掌柜留着自己孵小鸡吧。这京城除了我苏某人，谁还能一次性拿出5000两现银买个烂摊子？苏老板留步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7500两，不能再低了。5500两，多一分都没有。6000两您拿走，就当交个朋友。搞定。慢着，这栋楼7000两，我拿了。这他妈是哪里冒出来的结合狗？这位兄台，买卖讲究个先来后到。气全添了吗？银子付了吗？正在谈价格，做生意不懂规矩吗？哼，规矩，商场上的规矩就是价高者得。7500两。好，这位李公子出7500两。8000两。9000两。你他妈有病吧！这破楼值9000两吗？你管我值不值？我有钱，我乐意。1万两。11000。这楼最高估值8000，花1万多不符合我的商业逻辑。王掌柜，1万两卖给他吧。恭喜这位傻子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突然想起来，这聚贤楼地基下神西面的承重柱已经出现了裂缝。本公子就是试探一下你们，我怎么可能花1万两买个破烂？好你个王掌柜，居然拿这种危房来坑本公子！走，去京兆宇报官。苏老板饶命啊！我也不知道啊，这都是袁老板瞒着我的呀。报官可以免了，但价格必须重谈。这楼最多值3000两，多1文钱我都不要。3000两，您杀了我吧！3500两，你有完没完？还跟我杠上了是吧？我既然指出了问题，自然有办法解决。3500两，这楼我买了。4000两，两位大爷，4000两真的连木头钱都不够啊！你懂怎么做引流吗？何为引流？连引流都不懂，你买这么大的楼，打算空着养耗子吗？你敢这么跟本公子说话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在京城混不下去？大话谁不会说？这位兄台，这楼太大了，你一个人吞不下，我也吞不下，继续抬价，只会让这个奸商得利。合作吧，袁大头，我们合伙盘下这栋楼，你出钱，我出点子，55分账。好，成交，4000两，我们2个合伙买了。现在立刻去拿契书。李兄，以后跟着我混，包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苏弟，希望你的脑子能配得上你吹出去的牛。哦，你这超越时代的蓝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若是说服不了我，这楼我自己留着养耗子，你也休想沾染半分。李兄，既然决定合伙，咱们就得把规矩定好。这买楼的4000两，你出了全资，算你技术入股加资金入股，占50%。我出全套商业企划和后期运营，占50%，如何？哼，苏弟，你这算盘珠子都要崩我脸上了。我出全资，你只出个所谓的脑子，就要分走我1半的利润。你当我是开膳亭的？错！你以为你买的是一栋破楼？你买的是我苏某人超越时代的商业蓝图。没有我，你那4000两砸下去，连个水花都听不见。看好了，这叫盛世百货与大剧院综合体。你懂个屁！这叫沉浸式话剧，没有咿咿呀呀的唱腔，全是大白话演故事。我要写剧本，最关键的是台上的演员穿的、戴的、用的，全是我们的货。
这叫什么？这叫带货，这叫流量变现。看戏带动卖货，利用故事机器人的购买欲，这特他妈是什么鬼才逻辑？想法很新奇，但是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。若是这模式火了，不出半月，京城就会多出10家百货。你有办法？很简单，极致的供应链管控加上绝对的垄断。展开说说。你要卖衣服，必须用最好的布料。我可以在10天内买断江南排名前3的丝绸作坊未来1年的产能。你要卖珠宝，我可以控制大楚最大的玉石矿脉。我要让京城其他的商家连一根好线、一块好玉都拿不到。我操，这男的够狠啊！釜底抽断人财路，妥妥的资本家嘴脸。不仅如此，那些手艺最好的工匠绣娘，我会开出比市面高3倍的工钱签下死契。敢违约，我要他们把牢底坐穿，这就是我的诚意。原以为自己是个王者，没想到遇到个修仙的疯子。彼此，天才。55分账，你管钱和货，我管人和场。成交。这家伙是个摇钱树，必须牢牢绑在贼船上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本公子是这栋楼的新主人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带着你们的垃圾滚出去！老子叫丧彪，黑虎帮的。这聚熙楼是咱们兄弟的堂口，上一个老板就是不长眼，被咱们兄弟打断了腿。小白脸想接手这里，行啊，拿1000两平安钱出来。1000两，丧彪是吧？你这名字听着就不吉利。本公子今天心情好，给你们个机会，倒数3个数圆润的滚出去，不然这医药费我可不包。找死！李兄，交给你了。清场是。骗子扎手，命骗子上！小心上面！别看我，防身用的。有钱人的快乐，你想象不到。那袖间的劲道和准头，这个苏老板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只要能帮我赚钱退婚，我也照用无误。扔出去，把地洗干净。武力值不错嘛，李兄。看来咱们的安保工作有着落了。接下来，该干正事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以往你们盖楼的规矩，在这里全给我忘了。看到这些红色标记没有？这是通风管道，1楼到5楼必须全部打通，安装风扇，保证空气流通。夏天里面要放冰块，冬天要通暖气。苏老板，这在木楼里通暖气，要是走了水，可全完了呀！所以我们要建防火墙，每一层都要用砖石砌出隔离带，每隔10步必须有一个隐藏的储水池和消防沙箱，要做成旋转式的双向大楼梯。苏老板，这工程量太大，而且那些特殊的砖石和精铁配件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这么多呀！料的事情，不用你们操心。不用你们操心。拿着我的牌子，去城西的大铁厂和官窑，告诉他们，我包下了他们这个月所有的炉子，不计成本，3天内把苏老板要的配件全部打出来。敢误了工期，拿厂长的人头来见我。你连官府的渠道都能打通？哼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我那不争气的家族，在朝廷里多少认识几个贪官，花点银子罢了。牛逼！黑白通吃啊，兄弟！有你这供应链，咱们这楼半个月就能起飞。痛快！按照这个进度，再有5天就能开业，到时候日进斗金不是梦。希望如此，早日赚够钱，我也好早日解脱。李兄这么拼命搞钱，不是为了发财，是为了脱身，欠高利贷了。高利贷算什么？我欠的是一条命。家里那个老头子非逼我娶一个恶心至极的女人，我不愿，只能自己砸钱买回自由身。我操，缘分啊，兄弟！来碰一个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我这么拼命赚钱，也是为了退婚。你也被逼婚了？
不知是哪家的千金，能把苏弟逼成这样。我要是说被赐婚给王爷，这家伙不把我当成死变态？是京城里一位极品郡主，对，外号母夜叉。我爹那个老糊涂，非要把我塞给那个有权有势的神经病。母夜叉？对，听说他胳膊比我的大腿还粗，一顿饭要吃3个大肘子，动不动就拿鞭子抽下人，而且听说他心理扭曲，有那种特殊的折磨男人的癖好，变态的很。那叫成亲吗？那叫羊入虎口。那种泼妇，确实配不上苏弟你这般大才。不过，跟我要娶的那个女人比起来，你那个母夜叉还算好的。哦，你未婚妻有多极品？她就是头猪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她是一头猪。不仅不学无术，粗鄙不堪，还天天扮成男人去勾栏院里点小官儿。满京城都知道他的花名，简直不知廉耻，长得估计也是一脸横肉。欧斯，这他妈骂的不是我吗？你才猪，你全家都是猪。那确实挺极品的，不过李兄，传言也不一定可信嘛。万一人家是个绝世大美女，而且心地善良呢？绝世大美女？她要是绝世大美女，我李某人以后名字倒过来写。这种垃圾白送给我，我都嫌脏了王，脏了我的府邸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骨头太脆了。李兄啊，祝你早日退了那头猪，来干杯！也祝苏弟早日踹了那个母夜叉，干！要是能退了活阎王的婚，跟这个有脑子有手段的李公子合伙过一辈子，似乎也挺爽的。要是能踹了那个女顽徒，有苏老板这样一个懂我知我、才华横溢的搭档辅佐，何愁天下财富不进入我手？明天就是试营业了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万事俱备。明天我要让整个大楚的权贵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降维打击，我要让他们笑着把钱掏出来，还得对我说谢谢。好，我等着看这场好戏。哎，听说了吗？这聚贤楼被2个神秘老板盘下来了，搞了个什么盛世百货。百货是个啥？杂货铺吗？哼，那么大个杂货铺，不怕赔死啊？主子，京城有头有脸的商户今天都派了眼线过来，户部那边也有人盯着，让他们看。今日之后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日进斗金。诸位乡亲父老，诸位公子小姐，欢迎来到大楚第一家综合性消费天堂盛世百货。今天我要让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花钱的快乐。苏老板，你这到底卖啥呀？别是挂羊头卖狗肉吧？问得好，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今天全场免进门费，1楼美妆体验区免费试妆，2楼高定成衣区真人走秀，进门你就知道了，给我开！天哪，这是皇宫吗？夫人，您皮肤偏干，试试我们这款盛世凝脂膏，免费试用的。免费？真的不要钱？只要您不带走，在这里怎么抹都行。您坐这儿，我给您上个全妆试试。给我拿10罐这个凝脂膏！这就开始抢了？他们连价钱都不问的吗？不问。苏婉这小子拿捏人心，简直是个魔鬼。走，去2楼看看。这衣服穿在身上居然这么好看！小二，那个模特身上穿的那套月白色的裙子，给我未婚妻来一套，多少钱都行，我也要。还有那个搭在肩上的 P 图，一模一样的，给我包起来。这个矮个子苏老弟，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不可思议的东西？各位，1楼、2楼只是开胃菜，现在请移步3楼大剧院。盛世百货开业大戏，霸道王爷爱上我即将开演，前排雅座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去看看。李兄，快坐快坐，重头戏来了！这可是我熬了3个通宵写出来的绝世好本子，绝对引流神作。霸道王爷爱上我，
这种市井话本的名字难登大雅之堂。你懂什么？这就叫下沉市场，这就叫流量密码。天凉了，让王氏集团破产吧！不，让王家满门抄斩！李兄，你怎么了？激动了？他演的这是什么东西？好极了！这个不知死活的小白脸，自己娶个母夜叉不爽，就拿本王来当原型开涮。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金丝雀。不，我虽然穷，但我有尊严，我才不用你们王府那种劣质的香粉。我只用盛世百货的1楼专柜限定款桃花玉面霜，它能让我的肌肤如剥壳鸡蛋般柔嫩。什么？这世间竟有如此神物！来人，去盛世百货给本王买空，本王要用这桃花玉面霜涂满整个王府。桃花玉面霜就是刚才1楼断货那个。快，小厮，快去1楼给我抢！我要跟女主角用同款。那王爷好霸道，我好喜欢。李兄，你看到没？苏弟这剧本写的真好，这位原型王爷真是英明神武，令人作呕。是吧是吧？我也觉得这反派刻画的很生动，这戏得连演1个月。我要让全京城都知道这个霸道王爷的油腻。为了30万两军饷，等钱赚够再的假胡子拔下来塞进他嘴里。算出来了，多少？扣除所有人工、货款成本，第1天，盛世百货的纯利润是38000两白银。是真的，不是做梦。李兄，发财了，我们发财了！按照这个趋势，只要度过前期的蜜月期，以后每天稳收1万两不是梦。不出2个月，我们就能赚够退婚的筹码了。好，苏老弟果然有经世之才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兄弟齐心，这京城的财路我们全包了。轻点，轻点！你这手劲是不是打铁练出来的？走，今天本老板高兴，去天台喝酒，不醉不归。李兄，我敬你！要不是你搞来那些丝绸和上好的琉璃，今天绝不可能这么火爆。你这神了！没有你的奇思妙想，我那些东西不过是仓库里的死物。你那出戏确实是神来之笔，虽然原型男主蠢了点儿，令人作呕。哎呀，不要在意细节，等赚够了钱，就带着银子去皇宫把婚给退了。那个母夜叉不是嚣张吗？等老子赚够了钱，就拿几十万两砸在他那张大脸上，我要指着他说退婚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苏弟，若是你真能帮我赚够退婚的钱，摆脱那头猪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以后在京城，谁敢动你，我让他满门抄斩。这么罩着我，李兄，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我可告诉你，本老板只爱银子，不爱男人。就你这副豆芽菜的身材，白送我都不要。我只是觉得，要是那个废物纨绔女能有你1半的脑子，我也不至于抗旨退婚。你未婚妻那么差劲吗？不是差劲，是令人作呕。天天女扮男装去逛勾栏，不知廉耻。哼，真不知道她活着除了浪费食物还能干什么。你大爷的！你骂谁是猪呢？老子逛勾栏那是去考察娱乐产业。等我接了马甲，非把你打出猪叫，是吗？巧了，我那个未婚妻也是个除了会投胎一无是处的废物，每天晚上都要生啃3个生猪肘头，真是可怜了我这么一个玉树临风的翩翩家公子。生啃猪肘头，这小白脸到底从哪儿听来的谣言？不提那些晦气的人了，为了我们的自由身，为了早日踹掉那头猪和母夜牙，干！为了自由，干！
天塌了，有李兄的高个子顶着，慌什么？我只管进货，不管修天。不是天塌了，是咱们的冰和碳快断了。地下冰窖里的存冰只够用半天了，厨房的木炭也见底了。我去城西的冰窖和炭行提货，他们居然说没货了。没货？咱们不是提前交了定金，包了他们整个夏天的量吗？他们连定金都退回来了，宁愿赔违约金也不卖给我们。不是没货，是有人在搞鬼。李公子果然是个明白人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钱大富，京城商会会长。这哪里来的猪头？保安，丧彪呢？怎么什么垃圾都往里放？苏老板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我告诉你，如今整个京城的冰块和木炭全都在我们商会手里，只要我千美人发句话，你们盛世冰碴子一根炭渣子都买不到。垄断啊，这招我熟。说吧，你想干嘛？痛快！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们这盛世百货太惹眼了，抢了大家伙的饭碗，想继续开下去也行，80%的给商会，我保你们每天冰炭不断。80%？你怎么不直接来抢？否则你们这楼里没了冰块，那些娇贵的夫人小姐还会来吗？你们4楼的酒楼没有木炭，吃生肉吗？不出3天，你们这百货楼就得关门大请。就是年轻人不要太狂，在京城做生意，不拜商会的码头只有死路一条。苏弟，你觉得呢？钱会长是吧？你知道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我这个人一身反骨，专治各种不服，80%股份，我给你8个大耳娃子，要不要？滚出去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？咱们走着瞧。少爷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咱们真的没冰也没炭了。钱大富背后有户部侍郎撑腰，他敢这么做，就是算准了我们不敢把事情闹到官府。我立刻派阿颖出城去临县调冰炭，但最快也要3天。不就是冰和炭吗？3天黄花菜都凉了。那你有何高见？今天本老板就给你表演一个什么叫真正的仙法。苏弟，你是不是热糊涂了？我让你想办法弄冰和炭，你让我去弄这些火药原料和破烂玩意儿。你懂什么啊？这叫科学。别问那么多，你就说你能不能搞到吧，量越大越好。暗影，属下在。拿我的牌子去城外经营的神机营库房调2000斤硝石，再去西山的矿场把他们废弃的煤渣全给我拉过来。是。李兄，你这贪官亲戚的门路够硬的，连军队的库房都能随便进。我那亲戚虽然是个废物，但好歹在兵部挂了个虚职，花点钱打点一下而已。赶紧干活，要是弄不出兵来，我扣你这个月的分红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睁大眼睛看好了。少爷，您会法术，您把水变结冰了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硝石溶于水，会吸收大量的热量，从而使水温骤降至结冰。这冰不仅能用来降温，因为是用干净水结的，还能直接用来做冷饮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硝石水熬煮之后射出结晶，还能循环使用，成本几乎为零。成本为零？苏老弟，我突然觉得55分账好像我占了你的便宜。自家兄弟，客气什么？走，今天咱们不光要自给自足，咱们还要反向收割。钱大富不是想断咱们的生路吗？老子今天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倾家荡产。跟我斗，找死！会长，那盛世百货没关门。什么？没关门？他们哪来的冰和炭？难道他们去外地调货了？不是，他们不仅没关门，他们还在百货楼门口的大街上支了个摊子卖冰。卖冰？就他们那点存货还敢卖？卖多少钱1斤？若是太贵，直接去官府告他们哄抬物价。不是贵，是太便宜了，1文钱1大碗，还加了糖水和水果。咱们商会名下的冰窖今天1斤冰都没卖出去。什么？1文钱？他们疯了吧？这连运费都不够啊！去，给我去查他们的冰是从哪儿来的。会长，快不好了，又怎么了？城里所有的酒楼和客栈都来咱们炭行退订木炭了。盛世百货推出了一个叫蜂窝煤的东西，不仅没有烟，火还大，一块能烧好几个时辰。关键是价格只有咱们木炭的1成。现在满大街都在用那个黑乎乎的煤球，咱们的木炭全砸在手里了。冰块砸手里会化成水，木炭砸手里，资金链就断了。为了逼迫盛世百货，我可是借了高利贷呀。
完了，全完了。李兄，钱大富的资金链应该断了。钱大富欠了通达钱庄10万两白银，明天就是华阴期，他现在手里全是卖不出去的木炭和冰水，根本拿不出钱。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到了，李兄，立刻派人去通达钱庄买下钱大富的债权，然后拿着欠调去逼债。他要是还不上，就逼他拿商会名下最繁华的3家酒楼和5间铺面来抵债。这小子做起生意来心狠手辣的程度简直深得我心。不用买债权，通达钱庄幕后的老板是我那亲戚，我已经让人传话了，今晚钱大富就会跪在咱们门口求收购。通达钱庄是全国最大的钱庄，背景神秘，这李公子居然连这种渠道都有。李兄，你这大腿够粗的，以后我就死死抱住你的大腿了。少废话，准备好契书，今晚我们要吃下半个京城的高端服务业。苏老板，李公子，我错了，我永远不识泰山。求求你们高抬贵手，给我留条活路吧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钱会长，签了他。你在东街的2家酒楼，南街的3间旺户铺，作价2万两抵债，你还能剩下点棺材本回乡下养老。否则，明天你就去大牢里跟老鼠抢饭吃吧。滚吧，以后在京城别让我再看见你。爽！这下咱们的商业版图彻底扩大了。这3家酒楼，我打算直接改成连锁的高端火锅店，用咱们的蜂窝煤绝配。五指金楼，还有个凡字。你到底是谁？这玉佩上为什么会有五爪金龙？大意了，绝对不能掉马。要是让这小子知道自己就是藩王，一只小子被逼娶母杯茶的暴脾气，万一他以为自己是来微服私访查贪腐的，一气之下卷款跑路了怎么办？我的30万两军饷去哪儿弄？哼，大惊小怪！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那个逼我娶亲的家族有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皇亲亲戚。你是说，这玉佩是那个亲戚的？没错，就是那个传闻中脾气暴躁、其实脑子不太好使的藩王李凡。他前阵子赌钱输了个底朝天，不敢让皇上知道，就跑到我家来借钱。这玉佩就是他抵押给我的。我操！藩王是个赌狗！我就说嘛，那个被我写进戏里当反派的暴君王爷能有什么好出息？原来是个连10万两都拿不出来的穷光烂。李兄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哎呀，一想到那个嚣张的败家子儿居然要把裤衩子都当给你，我就觉得神清气爽。拿这种穷鬼当戏里的丑角，真是一点儿都没冤枉他。是啊，真让人神清气爽。等我退了婚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小白脸扔进蜂窝焖窑里烤熟。不过，李兄，你那亲戚既然都把皇室玉佩给你了，你到底长啥样啊？咱们都同生共死这么久了，搞垮了整个京城商会，你还天天带个破斗篷类防着我，让我看看你是不是长得奇丑无比！别动！我操，
你长得这么帅，天天戴个斗笠干嘛？防紫外线啊！长得这么俊，难怪那母夜叉非要死活缠着你不放。红颜祸水啊，李兄！为了不被那个心理变态的女人糟蹋，咱们必须加快赚钱的步伐了。知道就好。今晚把账盘清，明天开始筹备火锅店开。得嘞，李兄你就瞧好吧。等退了婚，要是能把这帅哥拐回去当个倒插门，本公司的下半辈子就有福了。小姐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钱大夫那老小孩诈尸了？不是，是宫里来人了。皇上身边的王公公亲自来传的口谕，说明日皇家西山围猎，特邀您和藩王殿下同去，还说让你们俩好好培养感情。培养感情，跟活阎王培养互相砍头吗？休得胡言！明日必须去，绝不能丢国公府的脸。爹，您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那个神经病要是看我不顺眼，一刀把我当西瓜劈了。他敢！有陛下在场，他还能翻天不成？总之，明日你必须去。你要是敢跑，老夫就打断你的腿。小姐，咱们怎么办啊？真要打扮得漂漂亮的去见那个活阎王吗？漂亮？我漂亮他大爷！只要我能让他恶心到连隔夜饭都吐出来，他回去肯定会求皇上退婚。小桃，去把库房里最俗气的红绿配大花袄找出来，再去拿2头大蒜和我的特制化妆匣。小姐，您这是要……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大楚第一极品名媛。培养感情，父皇这是怕我退婚，强行要把那头猪塞给我。殿下，王公公说了，陛下明日会亲自在看台上盯着。您若是称病不去，就是抗旨不遵啊！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本王不仅要去，还要让那个苏婉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活阎王。本王要让他做一辈子的噩梦，让他主动滚去父皇面前退婚。去，把本王上阵杀敌用的那套黑玄重甲拿来，还有那个青面刘亚罗扛出来。本王要让他知道，本王的王妃不是那么好当的。王公公，樊王和苏家丫头来了吗？回陛下，樊王殿下已经入场了，苏小姐的马车也刚到。好，好，朕倒要看看这对欢喜冤儿能擦出什么火花。让开，让开！本小姐的马车也是你们能挡的！这是苏震的闺女，苏震是不是瞒着朕，给她换了个脑袋？哎呦，这位侍卫小哥，胸肌练得不错嘛，有空来国公府找本小姐玩啊！我操，这是个什么鬼东西？我操，这特么是相亲还是来索命的？藩王殿下、苏小姐，陛下有旨，命2位结伴而行，去东林狩猎，培养感情。苏婉是吧？本王最讨厌废物。你若是今天猎不到1只老虎，本王就用这把刀把你劈成8段喂狗。哎呦，殿下的刀好大，苏然！殿下的刀好大，好威猛哦，人家好喜欢。你吃了什么？大蒜呀，人家怕山里有蚊子，特意吃了2头大蒜驱蚊。殿下，您怎么不摘面具啊？是不是长得太俊俏，怕人家看了把持不住呀？滚开！那怎么培养感情嘛？皇上的旨意，殿下难道要抗旨吗？来嘛，亲一个！滚！哎呀，拦住他！给本王拦住这头猪！造孽啊！去，传旨让他们俩各回各家吧。朕头疼。什么玩意儿？那把破刀装神弄鬼！小桃，撤！赶紧回府洗澡。太可怕了！小桃，你不知道，那活阎王提着把比我还高的大砍刀，一路火花带闪电的，那面具看着这跟要吃人一样。这婚必须退，一天都不能耽搁。小姐受苦了，现在去哪儿？去盛世百货，我要去找李兄洗洗眼睛，顺便把火锅店的账盘一下。只有搞钱和看帅哥，能抚慰我受伤的心灵。天下怎有如此粗鄙丑陋之女？父皇为何要这般折磨我？那殿下现在去百货楼算账。
只有银子和苏老弟正常的脸，能让本王觉得还活在人间。李兄，苏老弟，李兄，你今天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是不是昨晚没睡好？今天简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。苏弟，你呢？火锅店的底料炒得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才来？别提了，李兄，今天家里那个老顽固非逼着我去跟那个什么破郡主相亲，呸！美其名曰培养感情，我呸！你敢信吗？那女人脸上铺的粉比城墙还厚，嘴巴画得像个猴屁股，最恶心的是，她嘴角居然贴着一颗颗这么大的黑痣，上面还长着毛。你说什么？大黑痣还长着毛？对啊，长得丑就算了，他还不讲卫生。相亲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他居然吃了一嘴的大蒜，一开口那股味儿差点把我直接送走，我还得强忍着恶心陪他走流程，我太难了。白粉脸，猴屁股嘴，带毛黑痣，大蒜味，这特么怎么跟我今天上午遇到的苏婉一模一样？你那母夜茶也是今天上午相的亲？糟糕！要是这李公哥稍微打听一下今天西山猎场的八卦，我不就掉马了吗？是啊，在城南的诗会上，当着那么多文人雅士的面，那母夜茶非要往我怀里扑，我连滚带爬才逃出来。李兄，你不知道当时多凶险！城南诗会不是西山猎场，看来这不是同一个人。大楚的贵女圈现在是流行这种返祖的打扮吗？谁知道呢？可能丑人多作怪吧。对了，李兄，你今天怎么也这么萎靡？没去收账吗？收账？我今天去收命也差不多。我也被家里逼着去见那个未婚妻了。就是你说的那个猪，怎么样？是不是长得惨绝人寰？惨绝人寰都不足以形容他的变态。他不仅长得丑，而且是个疯子。本公子好心好意去见他，他居然提着把80斤的斩骨大砍刀，戴着个鬼面具，一路拖着火星子来吓唬我。大砍刀冒着火星子，鬼面具，这他妈不是今天上午那个神经病活阎王干的事儿吗？李兄，你未婚妻是个女的吧？她提着80斤的大砍刀，就是因为她是女的才更恶心。你说哪个正常的大家闺秀相亲的时候会提着把杀猪刀说要把人劈成8段？她简直是个心理扭曲的变态杀人狂。那你相亲的地点在哪儿啊？在京郊的一个茶庄。本公子当时就怒了，差点没忍住夺过他的刀，把他劈了扔进河里。京郊茶庄，不是西山猎场，吓死宝宝了，还以为李兄就是那个活阎王呢。同是天涯沦落人啊，李兄，咱们俩这是造了什么孽，居然摊上这种极品的未婚妻？一个喜欢吃大蒜长黑毛，一个喜欢提着大砍刀装变态杀人狂。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速度。那个钱大富抵押给我们的3家酒楼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开业？3天后。图纸我已经画好了，这3家酒楼全部打通改成海底捞模式的连锁火锅店，用咱们的无烟蜂窝煤，配上我秘制的牛油红锅底料，不仅要卖味道，还要卖服务。何为海底捞模式？就是把顾客当祖宗，等杯的时候免费提供瓜子茶水，还有小厮给他们捏肩捶腿。客人要是带了小孩，咱们就派专人帮忙带孩子，一个人来吃，咱们就在对面放个布娃娃陪他。只要这3家火锅店开起来，彻底垄断京城的高端餐饮，我们一天就能进账10万两。好，原料、肉类、人员，我今天连夜给你配齐，哪怕是把京城的牛都买空，也要在3天后准时开业，痛快。李兄真是个好人，就算他的未婚妻是个舞刀弄枪的变态，他也没有自暴自弃。我一定要帮他赚够钱，让他重获自由。苏老弟真是不容易，被个吃蒜的母夜茶逼成这样，还在努力拼搏。等本王退了婚，不仅要提拔他，还要给他找个天下最美的姑娘做补偿。李兄，咱们遇到瓶颈了。瓶颈？日流水近2万两，这叫瓶颈？这阵新鲜劲儿一过，营业额必定回落。靠这些想在3个月内攒够几10万两去退婚，悬！要想填补30万两军饷的巨坑，确实需要一个爆炸性的筹码。那你有什么主意？服务业终究是小打小闹，真正能暴富的是核心科技。我要造琉璃，还有高端香皂。大楚工匠摸索100年，也只能烧出浑浊珠子。你说造就造，还有那什么香皂是什么东西？香皂就是能把人洗得香喷喷，还能杀菌的神器。至于琉璃，那玩意儿叫玻璃，原料就是沙子。你若是敢拿沙子去糊弄皇室，可是欺君之罪。沙子里的石英加从碱高温融化就是透明玻璃，信我，直接拿它去掏空全天下有钱人的国库。你需要什么？矿山、原料、几10个工匠，最后还需要李兄你跟我一起去山里闭关。明天一早，城外30里，西山密谷。
苏老弟，这猪油到底要搅到什么时候？别停啊，李兄！造化反应正在关键时刻，看到粘稠拉丝了吗？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加香料，入模具。累死老子了！这工业革命真不是人干的。苏老弟，你现在这副尊容，若是让你那个相亲的母夜叉看见，估计他连大蒜都吃不下去了。彼此。李兄，你这满脸猪油和锅底灰的样子，若是让你那个提着大砍刀的未婚妻看见，估计他会直接一刀劈了你当柴烧。给，谢啦。这小子执着的疯劲儿，竟该死的迷人。李兄，你看我干嘛？是不是被我专注搞事业的帅气侧面迷倒了？滚！我只是在看你脸上的灰围有多厚。去看看高炉，第一批石英砂应该快融化了。退后，都退后！李兄，我们成功了第一步，接下来只要压平成型，自然冷却，就是一整块完美的玻璃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小心危险。躲开！你疯了吗？为什么不躲？我没反应过来。太软了，这小子的腰怎么会这么细，这么软？我不会是个断袖吧？本王堂堂大楚战神，怎么可能对一个男人有这种非分之想？我操！这霸道总裁护妻的桥段，怎么发生在我和我的合伙人身上了？不得不说，这李兄刚才冲过来的样子，简直帅爆了！多谢李兄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本公子只是不想我的摇钱树被砸死。你若是死了，我那30万两去哪儿弄？切，死鸭子嘴硬！主子，苏老板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赶紧清理现场，把那根横梁移开，别让灰尘掉进玻璃液里。我的天，这是神迹呀！神迹！老朽打铁一辈子，竟能亲眼看到如此通透的神物。这东西若是拿去卖，苏老弟，你打算卖多少钱？这不在卖，这叫抢钱，而且是要让他们心甘情愿磕着头求我们抢。这面镜子起拍价5万两白银，这是我们熬了3天3夜的成果。去，洗个手试试。这是消耗品，这是一座永远挖不完的金山。多谢李兄夸奖，怪物配疯子，绝配！收拾东西，回京城。我已经闻到全京城的银子在向我们招手了。李兄，明日咱们就在百货楼1楼最显眼的位置办一场盛世稀世珍宝拍卖会，不卖散客，只请京城最有钱的商贾和那些皇亲国戚。名单我来定，我会让暗影把请帖送到他们手里。不仅如此，还会放出风去，物以稀为贵。我要让他们把底裤都当了来抢这面镜子。太黑了，李兄你太黑了，资本家看了你都得流泪。我喜欢。还有这香皂，先不卖，明天拍卖会上给每一个身价过10万两的贵妇免费送一块体验装。等他们用习惯了，离不开了，我们再推出正装，正装一块卖100两。绝杀！李兄，你这营销手段，不穿越去现代当个诈骗集团头目真是可惜了。何为穿越？何为诈骗头目？夸你帅的意思。苏弟，只要这批货卖出去，我们的总资产将达到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，30万两军饷加上退婚的筹码，绰绰有余。是。退婚之后，苏弟打算如何？我当然是带着我那一半分红，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买个大宅子，买几10个漂亮丫鬟伺候我，继续做我的潇洒公子哥啊！若是本公子不打算散伙呢？我那里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正缺一个你这样的大掌柜。你若愿意，分红依旧55，在京城我罩着你。这算什么？霸道总裁的挽留？老板，不好了，外面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又塌了？不是，是外邦使臣，
听说西域的使臣今天早上进京朝贡，在朝堂上极其嚣张，拿出了几块破水晶，说是稀世珍宝，让咱们大楚的皇帝找出一件能比得上的宝物，否则就要在边境开战。现在皇上正大发雷霆，贴了皇榜，悬赏10万两秋宝呢。10万两赏金，这不是白送的吗？不仅是10万两赏金，这是一个可以直接面圣震惊朝野的绝佳机会。我们的拍卖会取消，带上我们最大最完美的琉璃镜去皇宫，狠狠地打那帮西域蛮子的脸。这蛮夷竟敢如此放肆！大楚皇帝陛下，这块紫薇星辰石乃是我们西域雪山之巅孕育100年的神物，整个天下仅此一块。我们国君愿意将它作为国礼献给大楚，但有一个条件：若大楚能拿出一件在纯净度、透光率上胜过这块星辰石的宝物，我们西域不仅年年进贡，还自愿退避边境30里。若是拿不出，那说明大楚不过是徒有虚名，这国礼我们只好收回，边境的兵马也就只能向前推进30里了。放肆！区区蛮夷，竟敢在金銮殿上口出狂言！陛下，臣以为当立刻将这狂徒拿下。怎么，大楚拿不出宝贝就要杀人灭口吗？这就是大楚的待客之道。陛下息怒，这西域的水晶确实是罕见之物，咱们国库里的玉石虽多，确实比不过这天然的水晶啊！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樊王呢？掌管户部的樊王去哪儿了？回陛下。樊王殿下昨日去西山围猎，说是受了极大的惊吓，今日告病没来上朝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宫外有一个自称盛世百货东家的苏老板接了皇榜，他说他手里有绝世神物，能把西域使臣的脸打肿。盛世百货，就是那个最近在京城风头正盛的商铺，快让他滚进来！不，快请他进来！李兄，你确定不跟我进去装这个逼？不了，我那亲戚在朝堂上仇家多，我要是暴露了跟他有关系，怕是被盐官的吐沫星子淹死。我在这儿守着车，你带个样品先进去大杀四方，记住要价往死里要。我当然不能进去，要是顶着这副打扮进去，父皇一眼就能认出我。宣盛世百货苏老板觐见。草民苏某参见皇上。你就是苏老板？你说你有宝物能胜过西域的水晶？哈哈哈哈哈！大楚是没人了吗？居然派一个满身铜器味的商人来充数，我看你能拿出什么破铜烂铁？破铜烂铁，西域大胡子，今天本公子就教教你什么叫井底之蛙。这是什么水凝结的冰吗？没文化真可怕！皇上，草民这宝物名叫9天琉璃盏，乃是采集9天之上的星光，辅以东海龙宫的净水，用3昧炼火淬炼749天而成。快呈上来给朕看看！好，绝世神物啊！这不可能！这一定是用什么戏法变出来的冰块，一遇热水就会化掉，或者一捏就碎。来人，上滚烫的热水。大胡子，服了吗？就你那块破石头，给我们大楚用来垫桌脚都嫌硌手，还不快带着你的破石头滚回西域去！慢着，吐鲁，刚才的赌约你可还记得？这国礼，你西域是进贡还是不进贡？外臣认输。西域愿年年进贡，大军退避30里。苏老板，这9天琉璃盏卖不卖？我们西域愿意出重金购买。上钩了。卖，这等神物怎么能随便卖呢？不过看在你如此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可以卖给你一套茶具，外加一件终极神器。李兄，推进来。这是把人的魂魄吸进去了吗？莫慌，此乃照骨透影形方镜，能照出世间一切真实，乃是镇国之宝。苏老板，我买，我全买，你说个数，多少钱我都给。5万两，50万两黄金，一套茶具加一面小毫的镜子，这面大的
我已经献给大楚皇帝陛下了，是非卖品。买！我西域倾巨国之财，也要将这神物请回去。我立刻修书回国调拨金条。痛快，李兄，拿起书来，让他画押。父皇啊，父皇，你天天为了几十万两白银愁得掉头发，你看看你的儿子，随便搞点沙子就能从蛮子手里抠出几十万两黄金。苏老板，你献宝有功，又大长我大楚国威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金银财宝，还是高官厚禄？等等，我要是现在拿了皇上的钱，那我退婚的时候，岂不是等于拿皇上给的钱去砸皇上的脸？这老头子肯定会翻脸不认账。而且我是女扮男装，真要是封了个官，以后掉马了可是欺君之罪。启禀皇上，草民一介商贾，不敢要高官厚禄。草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楚的繁荣昌盛。这面镜子就当是草民孝敬皇上的，只求皇上赐一块天下第二的金匾，保我盛世生意兴隆。准了，朕不仅赐你金匾，还赐你皇家特工商的身份，以后你就是朕的人，朕看谁敢动你。谢主隆恩。李兄，我们发财了。是啊，150万两，就算对半分，你我也各自有75万两。这笔钱别说退婚，买下一个小公国都够了。可是他一直以为我是个男人啊。如果我退了婚，跑到他面前说，李兄，其实我是个女的，而且我刚成了一个被退过婚的二手货，你看咱俩能不能凑合一下？他会不会觉得我一直在骗他，觉得我是个满嘴谎言的骗子，然后直接一脚把我踹开？君想够了，我终于可以把这些钱砸在父皇的桌子上，让他把苏家那头只会吃大蒜长黑毛的猪给退了。可是退了婚之后呢？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苏婉拿着钱去包养10几个漂亮丫鬟？不行，苏弟是我的合伙人，这辈子都只能跟我绑在一起。就算他是个男的。李兄，你叹什么气？有了钱还不高兴？没有，只是觉得一切都快结束了。你要去退婚，我也要去解决我的麻烦。以后你打算如何？如果我说我解决完麻烦之后想继续跟你合伙搞钱，你会嫌弃我吗？嫌弃？我为何要嫌弃？你若愿意留下，这盛世百货，大掌柜永远是你，利润你拿60%。可是如果我身上有一点小小的污点呢？比如我名声不太好，别人都说我是个极品，而且我还对你撒过一个弥天大谎。你听好，在我的眼里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、最耀眼的天才。外面的流言蜚语、名声好坏，在我看来连个屁都不算。就算你有污点，就算你撒了谎，甚至就算你是个断袖，本公子也绝不会嫌弃你半点。大不了以后谁敢嚼你的舌根，我就把他的舌头拔下来。李兄，他不会是对我有那种意思吧？他以为我是个男的，然后他还跟我表白了。李兄，你冷静点，我其实不是。你不必多言。我去安排钱庄的人来提银子，明日一早我们就分头行动，去把你那个骑大砍刀的未婚妻退了，我也会去把那头吃大蒜的猪退了。等你处理干净了，回这里等我，我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摊牌。摊牌？完了！李兄完了，他要跟我摊牌什么？要强娶我这个小白脸吗？如果明天他发现我其实是个女的，而且就是他口中那头吃大蒜的猪，他会不会觉得我不仅骗了他的钱，还骗了他的感情，直接掐死我啊？不管了，死就死吧。明天我就拿钱砸死那个活阎王退婚。等我恢复了自由身，就算李兄要掐死我，我也认了。盛世百货日进斗金，短短数月几乎垄断了京城的商界。这背后若没有权臣贪腐敛财，谁能信？这背后确实有权臣敛财，那就是儿臣我呀。李凡，你掌管户部，这件案子交给你去办。明日带御林军查封盛世百货，务必把背后的东家给朕挖出来，查清每一笔账。儿臣遵旨。父皇让我去查盛世百货，查我自己的账。安营，快！立刻去盛世百货传信给苏老板，就说户部明日要去严查，让他今晚务必把账本上关于我的所有痕迹抹掉。快！把琉璃的进项改成海外工艺研发费，把火锅底料的利润做成原材料损耗，绝不能让户部看出我们的真实利润。李兄，你可算来了！你那在兵部当差的亲戚怎么搞的？不是说上下都打点好了吗？怎么皇帝老儿突然派人来查账了？树大招风。不过苏弟别慌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明日带队来查账的是樊王。
什么？那个被我写进信里、天天挨骂的神经病！完了完了完了！那家伙是个疯子啊！他要是来查账，随便找个茬就能把咱们这店给砸了。只要我们今晚把账做平，就算樊王是个疯子，他也抓不到把柄。对，做账。不仅要做账，对付那种贪得无厌的暴君，还得用点非常手段。李兄，你帮我准备1箱现银，我有大用。草民苏某参见樊王殿下，殿下大驾光临，小店真是蓬荜生辉，祖坟冒青烟啊！这小子昨天晚上还骂我是王八蛋，今天就恨不得给我舔鞋了，变脸比翻书还快。少废话，苏老板是吧？本王奉皇命来查账，听说你这里有权臣入股敛财，账本交出来。若敢有半句虚言，本王立刻活剐了你！草民不敢，草民的账本干干净净，全是辛苦钱啊！殿下，查账多辛苦啊！草民知道殿下日理万机，特意给殿下准备了一点土特产，请殿下笑纳。他在干什么？我的合伙人在拿我们一起赚的钱贿赂来查账的我本人。苏老板，你这是贿赂本王！哎呦，殿下说的哪里话，这叫赞助。草民听说殿下为军饷日夜操劳，这10万两是草民自愿捐给边关将士买冬衣的。这2颗夜明珠是给殿下晚上看公文照明用的，绝对合法合规。好，很好，苏老板真是个深明大义的良心商人啊！本王就替边关将士多谢你的冬衣了。殿下客气了，能为殿下分忧是草民的荣幸。10万两啊，这死变态真敢收！等我过了这一关，回去非得在账本上狠狠记他一笔。账目没问题，收队。是。是权臣养的私兵，看来是我们的生意触碰了太多人的利益，想要斩草除根。真当本公子是吃素的？李兄，9点钟方向火力最猛，你掩护，我破防。好。干嘛？疼啊？忍着点儿。若不是普通的商人，如果身上有其他的麻烦，甚至全天下的权贵都视我为敌，等攒够了钱，你还愿意留下来跟我一起把这盘棋下完吗？甚至如果我是个女人，你可愿娶我？李兄，别开这种玩笑了。就算你真的变成了女人，我也得先去把那个提大砍刀的神经病的婚给退了再说。等我成了大楚第1首富，就算你想让我养你一辈子，本公子也养得起。饶命啊！这就是你说的解决麻烦？既然他不想让我们赚钱，那他这辈子就别想花钱了。那在兵部当差的亲戚到底是什么神仙背景啊？他直接拿着我给他的10万两银子，去砸了皇上的御殿。赵家倒台，京城商会彻底覆灭，
从今天起，整个大楚的零售餐饮、琉璃制造业全部是我们盛世的天下，再也没有人能阻挡我们搞钱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回百货楼！今天西域的使臣应该要把黄金送来了，我要去数钱。这触感，这迷人的金钱的酸臭味儿，这够了，像皮蛋泥鳅呀！50万两黄金，折合白银500万两，绝对够了。别说退婚了，我甚至能拿这笔钱去皇宫里买个郡主当当。咱们亲兄弟明算账，这笔钱你一半，我一半。我不需要一半，我只需要30万两白银。那怎么行？说好5分账的。剩下的都放在你这里，就当是我给大掌柜的聘用金。等我退了婚，我会回来找你，你收了我的钱，这辈子都别想跑。行，你的钱我先替你保管，等你恢复了单身，咱们再继续做大做强，共创辉煌。一言为定。小桃，把门关上，把本小姐所有的衣服全翻出来。小姐，您明天真的要去上朝退婚啊？老爷知道了会打断您的腿的。他敢？明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高光时刻，我必须艳压群芳。安营，传令下去，明日早朝，备全副亲王遗诏。殿下，军饷凑齐，终于决定退了苏家那门亲事了。不错，本王忍辱负重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明天我要把这些全部砸在父皇的御案上。殿下英明，终于不用娶那个吃大蒜长黑毛的女纨绔了。殿下明日定能震惊朝野。安营，你去库房，把本王母妃生前留下的那对龙凤血玉佩取出来。殿下，那可是王妃留给您未来正妃的定情信物啊，您娶她做甚？退朝之后，本王要去盛世百货求亲。求亲？跟谁提亲？您不是刚要退婚吗？跟苏老板。殿下，苏老板可是个男人啊，你要拿王妃的信物去向一个男人求亲？男人又如何？本王喜欢。本王这辈子只认他这一个大掌柜。老娘今天必须退婚。本王今日必退此婚。这一步踏出去，便再无回头之路。钱！天天跟朕要钱！陛下，北疆苦寒，马上就要入冬了。
后呢？李芬去哪儿了？他这个户部尚书是怎么当的？启禀陛下，焚王殿下自打前几日去西山相亲之后，就称病不朝。依臣看，这是对您赐的这门婚事极其不满，在消极怠工啊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这钱是哪儿来的？父皇不必多问，儿臣自有生财之道，且每一分都干干净净。父皇刚才说，谁能弄来30万两，就答应谁一个条件。君无戏言，对，君无戏言。好儿子，你想要什么？要兵权还是要加封？儿臣什么都不要，儿臣只要父皇收回成命，退了苏家那门婚事。你别欺人太甚，我苏家哪点配不上你？我闺女温柔贤淑，你凭什么当众悔婚，让我苏家颜面扫地？温柔贤淑，苏国公，你是不是对这4个字有什么误解？慢着，这婚本小姐还不稀罕结呢。臣女苏婉参见陛下。这里是100万两通达钱庄的现票，见票即兑。臣女只有一个要求，臣女要休夫。相亲那天提着把80斤的大砍刀，一路拖着火星子来吓唬我。你以为你戴个罗刹面具就很帅吗？你那叫心理变态。本小姐就算嫁给乞丐，也绝不嫁给你这种有家暴倾向的人。你才变态！不仅吃大蒜恶心人，还往本王身上扑！你这种粗俗不堪的女人，根本配不上本王！我配不上你！停停停！既然你们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，那朕今天就做主，这门婚事作废。既然婚约已除，臣女恳请陛下恩准臣女婚姻自主。臣女已经有了心悦之人。父皇，既然婚约已除，儿臣恳请父皇赐婚。儿臣已有非他不娶的挚爱。说吧，是哪家的千金，哪家的公子？朕今天高兴，一并给你们赐了。儿臣要娶的不是什么名门千金，而是一介商贾。儿臣的心悦之人，便是盛世百货的大掌柜。苏老板，段秀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娶谁？那殿下可知道，那位苏老板其实是个女娇厮。李兄，一天不见，这么拉了。我不仅是你的苏老弟，我还是你口中那个脸上涂了2斤白粉的母夜叉。婉婉，你没吃大蒜，你没有黑痣，
你不仅长得这么好看，你还是我最合拍的苏老弟。放手！谁是你苏老弟？妈妈，我错了，求父皇千万不要退婚，儿臣要收回那50万两。李凡，你要不要脸？退婚的钱都交了，哪有收回的道理？陛下，臣女的100万两买我自由，绝不收回。既然你们俩都不想退，那这钱朕就全笑纳了，充盈国库。至于你们俩的婚事，朕要给你们办一场大楚开国以来最盛大的婚礼。李兄，咱们辛辛苦苦赚的钱，被你爹全坑走了。等大婚之后，你我双剑合璧，把大楚周边的几个国家全抢，全做一遍生意，赚他个1000万两。成交。